年夏天最治愈、最动人的一场中国式浪漫，一定是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。它没有刻意造势，没有流量炒作，却稳稳刷屏全国，火遍外网。很多人看完视频只会说震撼，但小编看完全程，心里只剩满满的感动。这场盛会之所以能击穿国界，打动无数陌生人，根本不是场面有多宏大，而是它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温柔、赤诚与国家情怀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。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7月18日，锡林浩特的草原之上，一场延续1000年的民俗盛会悄悄惊艳了全世界。清晨的草原辽阔安静，微风拂过碧草，整片天地干净又温柔。可下一秒，远方地平线翻涌而来的红色彻底点亮了整片草原。上千名骑手手持5星红旗，策马奔袭而来，紧随其后的是1024名身着传统黑袍的伯克手，步履沉稳，身姿挺拔，带着草原儿女独有的坦荡气场缓缓入场。万马奔腾，红旗漫卷，人声浩荡，这样的画面没有一丝表演痕迹，是草原最纯粹、最真诚的模样。很多外国网友看不懂这场盛会，纷纷留言感慨，说这像是一场庄严的列队仪式，甚至有人调侃，仿佛看到了古老草原王朝的气魄重现。在他们的认知里，只有高度规整的官方场面才能拥有这般气场，可他们不知道，这不是刻意排练的场面，这是中国草原儿女刻在骨子里的团结、从容与底气。一时间，外网评论区满是惊叹，各种感慨刷屏不断。有人震撼于我们的组织秩序，有人折服于这片土地的辽阔气场。后来有蒙古国网友留言，说自己国家的那达慕更加传统。可当网友放出锡林浩特的真实画面，所有人都沉默了。我们保留着最古老的民俗底蕴，同时拥有着现代化的城市基建、通畅的交通路网、完善的城市配套，传统没有掉队，时代稳步前行，这是最难得的新旧共生。长久以来，外网对内蒙古一直有着刻板印象，他们以为这里只有茫茫草原、蒙古包，生活原始且单一。可真正的锡林浩特只是一座普通的草原小城，却坐拥高铁、高速、民航机场，城市商圈繁华，街区整洁，配套完整。草原的诗意与城市的烟火在这里完美共存。当歌唱祖国的旋律缓缓响起，全场数万名身着民族盛装的各族群众不约而同起身合唱，万人同歌，初心同源，跨越地域，跨越民族，跨越身份，所有人的赤诚与热爱在这片辽阔的草原上紧紧相拥。小编最动容的是那个徒步5公里奔赴现场的残障小伙小龙，双耳失聪、双腿不便的他步履蹒跚地赶来，挤在万人人海中，静静聆听歌声，凝望5星红旗，悄悄湿润了眼眶。有人问他为什么非要赶来，他简简单单一句：因为我是中国人。没有华丽辞藻，却胜过万千情话。平凡人的国家赤诚，永远最治愈人心。还有太多温暖藏在细节里。演员阿如娜策马入场时，温柔安抚受惊的骏马；魁梧豪迈的伯克手小心翼翼背起年迈的额吉缓缓登场。9旬老兵静静伫立，凝望红旗马队缓缓经过，豪迈与温柔并存，热血与赤诚共生，这就是草原儿女最动人的模样。辽阔的草原从来养不出狭隘的人心，这份发自内心的热爱也化作了最真实的热度与人气。7月18日至20日3天时间，那达慕全网曝光量突破70.2亿，近100次登上各大平台热搜，4个话题登顶全国榜单前列，全国上百家主流媒体同步推送，20多万条原创内容刷屏网络，让这场草原盛会被全国、被世界看见。线上的热度也稳稳落地，成了线下的烟火与生机。开幕式单日接待游客15.6万人次，同比增长56%，单日旅游收入1.95亿元，涨幅高达170%。主会场3天累计接待游客30万人次，收入3.75亿元。整个锡林郭勒盟3天接待游客超120万人次，实际旅游综合收入15亿元，同比增长131.5%。每一组上涨的数据背后，都是人们对这片草原的偏爱与奔赴。
盛会的火热也滋养了本土的烟火与传承。70岁的非遗传承人拉苏人坚守蒙古族熟皮技艺57年，过去他的手作只重实用，销量平平。借着那达慕的舞台，他改良工艺，贴合审美，让老手艺焕发新生，线上线下订单翻倍，让千年非遗被更多年轻人看见。新式蒙氏奶食、奶皮子、拿铁等特色美食深受游客喜爱，开幕式单日销售额突破3万元。本土特色文化真正走出草原，走进大众。当然，人潮涌动的现场难免会有排队、拥堵、停车不便的小缺憾，也会有游客吐槽体验感不足。但小编始终觉得，人山人海的奔赴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浪漫。我们这一生能有几次机会奔赴一片千里辽阔的草原，和数万人一起参与一场流传千年的民俗盛会？热闹本就是盛会的底色，包容不完美才是最真实的人间烟火。很多人看完那达慕的盛大场面，只会感叹热闹震撼，但很少有人静下心想想，这场让无数人奔赴、火了上千年的草原盛会到底承载着什么？它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网红活动，也不是刻意表演的节目，它是草原人世世代代的生活缩影，是刻在骨血里的文化信仰，是草原人对丰收、对生活、对山河大地最朴素的敬畏与热爱。说白了，那达慕的本意特别温柔，蒙古语里它是娱乐欢聚的意思。古时候的草原人烟稀少，牧民逐水草而居，散落四方，一年到头难得相聚一次。每到夏秋时节，草盛马肥，牛羊满圈，忙碌了一整年的牧民终于迎来丰收的季节。大家放下手里的木活，跨上骏马，从四面八方奔赴而来，聚在一起说笑、竞技、狂欢，这就是最初的那达慕。它从诞生开始就带着烟火气、人情味，是草原独有的团圆仪式。2006年，那达慕入选第1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这份荣誉是对千年草原文化最郑重的认可。它的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厚重。早在1206年，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，为了庆贺一统、凝聚部落人心，同时检阅人民的体魄与本领，举办了最早的群体性那达慕盛会。那时候的集会带着古朴的力量感，是草原部落团结向上的象征。到了元明时期，摔跤、赛马、射箭3项技艺正式固定为那达慕的核心内容，也就是草原人常说的男儿3艺。发展到清代，那达慕慢慢褪去军事属性，变成官方定期举办的全民民俗盛会，以旗盟为单位定时开展。这个温暖的习俗就这样一代代延续到今天。为什么偏偏是摔跤、赛马、射箭这3项能稳稳传承千年？因为他们不是为了比赛而存在，是古代草原人的生存根本。以前没有稳固的居所，草原人靠游牧狩猎为生，骑马是出行的底气，射箭是谋生的本领，摔跤是强身健体、守护家人的能力。这3项技能藏着草原人对抗风雨、立足天地的坚韧。岁月流转，生活方式变了，不用再靠射箭、狩猎、骑马谋生，但这些技艺保留了下来，变成了草原民族的精神图腾。最让人动容的是3项赛事的规则，简单、纯粹、坦荡，完美复刻了草原人的性格。摔跤不分体重、不分年龄、不分地域，一跤定胜负，光明磊落，不玩心机，拼的是实力与气魄。赛马不分男女老少，人人都能上场，不设马鞍，不加修饰，肆意驰骋在草原之上，自由又热烈。射箭讲究沉稳专注，3轮9箭，凭本心发挥，凭技艺取胜，没有复杂的规则，没有刻意的套路，就像草原的风，坦荡又真诚。千年光阴更迭，很多古老民俗要么一成不变，渐渐沉寂，要么过度商业化，丢失本心。但那达慕一直在悄悄成长，温柔蜕变。老一辈记忆里的那达慕是牧民专属的狂欢，主打传统竞技，物资互换，质朴又纯粹。而如今的第36届旅游那达慕，在守住根脉的同时，多了很多温柔的新改变。传统的伯克、赛马、射箭全程保留，原汁原味的草原风骨丝毫未减。与此同时，音乐那达慕、美食市集、非遗工坊、换装旅拍、亲子露营等20多项全新体验陆续上线，让古老的盛会变得更年轻、更贴合普通人的喜好，不再是单一的竞技盛会，而是老少皆宜、人人可参与的文旅盛宴。最戳人心的升级是他真正敞开了怀抱，包容了四方来客。从前的那达慕是草原人的主场，如今专门增设游客专属赛道，普通游客不用专业功底，不用提前练习，也能站上赛场亲身参与。游客不再是旁观者，而是盛会的参与者，文化的体验者。从草原那达慕到旅游那达慕，两字之差是格局，是包容，是一座草原城市最真诚的待客心意。
小编觉得，真正的文化传承从来不是固步自封的死守，而是守正创新的生生不息，守住千年不变的民族风骨，接纳与时俱进的新鲜活力，保留烟火包容人海，既有岁月沉淀的厚重，也有新时代的温柔热闹。这就是那达慕，一场火了1000年的草原盛会。它藏着草原最辽阔的温柔，最纯粹的人心，也藏着中华文化最动人的传承与包容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